大家好，在这个开始的单元里面，我们将会来概略的介绍物联网的基本概念以及它常见的应用。1995年，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这一本他出版的书当中，展开他对于智慧家居的狂想。那从此之后，成为物联网的滥觞。而正式的，在1998年，麻省理工学院 Auto ID 中心主任 Kevin Ashton 正式的提出了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 这个词。而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之下，他所提出来这个词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随着全球化的网络基础建设，而透过资料的截取以及通讯能力，连接实体物件的部分以及虚拟的这个数据的整合，而进行各类的控制、侦测、识别以及服务。那自此之后，物联网 IoT 这个词广泛流传。而全球知名的富比士网站，那对于 IoT 的物联网这个词呢，也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他怎么说的？他说 ，Simply put, this is the concept of basically connecting any device with an on and off switch to the internet。中文的大意其实就是说，物联网简而言之啊，就是基本上可以透过任何的设备，然后呢，以及透过一个开关的开与关，使得这个设备能够连接上网的世界，这就是一个物联网的世界。所以，这里的东西，这里的设备包含了手机、咖啡机、洗衣机、耳机、灯具、可穿戴式的一些设备，几乎你能所想到的所有的东西，也都是物联网的范畴。譬如说，还包含了这个很多的机械的零件，譬如说飞机的这个喷气发动机，以及钻油台的一个钻头等等等，这可能都是物联网的连接的一个范围。全球的知名的产业分析公司 Gartner 更表示了，到了2020年的时候，我们全世界更可能会有超过260亿个的装置连接上网，成为物联网系统的一员。所有任何可以被连接起来的东西将会被连接起来，但是为什么？我们想想，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多的设备连接在一起，相互沟通呢？好，我们就来试想很多潜在的生活范例，可能像是这样子的。譬如说，你今天早上开个早会，你打算要从家里开车往公司前进，而你在醒来之后，你的车就可以自动拜访你的行事历，帮你规划好今天最佳的行车路线。那如果你在开车的路上，交通很拥塞，那你的车也会自动的发送一个简讯给对方，告诉对方说，你可能会迟到多久的时间。另外，你今天假设要出门旅行，你想要设定你的可以自动的在早上可以醒来，你的闹钟自然而然就会在6点钟的时候把你叫醒来，并且它可以帮你煮咖啡，然后把咖啡机自动的开启。随着物联网带来生活更便利的同时，那么安全是一个安全这个议题是一个经常在物联网的应用里面被提出来的大问题。隐私和共享就像是天平的两端，随着数十亿装备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做我们才能够确保资料的安全呢？会不会有骇客可以从你的烤面包机里面入侵你的烤面包机，从而窃取你整个网络的资料，而使得你蒙受很大的损失？这些都是在物联网的时代里面，我们必须要加以仔细考量、加以仔细发展的。随着物联网发展的讨论持续进行当中，这波浪潮底下，我们更应该了解物联网到底是什么，以及物联网如何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接下来就请各位同学跟着我们一起进入物联网的世界吧。所以，究竟什么是物联网？从系统架构上来说，物联网可以分成3层，分别是感知层、网络层以及应用层。那所谓的感知层呢，是包含所有终端被感测的物体，然后有包含了制动器，也包含了感测器。那感测装置所属的区域网络以及闸道器等4个要素，所以总共有感测装置、感测器、制动器，
然后还有区域网络以及闸道器4个要素。在不同的应用当中，会对于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事物环境进行感知及监控，而其中的感测器就泛指所有具有感测、识别以及通讯能力的装置，像是画面上所显示的 RF 标签，然后以及它的读写器，或者是 GPS， 然后网络摄影机、温湿度感测器、红外线感测器、光度感测器、音量感测器，这些各式各样的感测装置都是属于感测层的这个范畴。而我们利用了这些感测装置，收集到了我们要的资料之后，将会透过区域网络，透过路由器传送到外网，然后接着再送到我们的云端伺服器或者是行动装置上面进行后续的处理。这就是感知层的主要功能。而网路层就像人体的中枢神经一般，扮演着感测层及应用层中间的桥梁。它负责将分散于四面八方的感测资讯集中的汇集，然后呢再转换传递到应用层。那依照现在物联网的规模以及所在的环境，网络的形态可能分为一般企业的内部网络，或者是电信业者的外部广域网络。那也有可能是同时涵盖了内外网2个不同的网络。一般来说，如果物联网环境感受到的这个感测终端装置会移动，感测的这个范围无法固定，或者是感测环境在户外的话，那么我们通常就会采取电信业者的这个广域网络。这广域网络呢，就包含了电信网络、有线电视网络以及网际网络等等等。借此，我们可以扩大传输的范围。相反的，如果终端装置的物体位置固定，感测的范围与环境也是相对的固定的话，那么我们就直接透过内部的有线以太网络或者是 WiFi 无线网络来当作网络层的媒介。不过，目前台湾并没有提供物联网专属的网络，所以大部分的网络层还是停留在 TCP/IP 网络或者是行动通讯网络，与一般非物联网应用所使用的网络几乎是一样的。而有些国家，例如像中国大陆，目前就发展了颇具规模的物联网网络。而在网络层这个方面，从一开始他们就打造了对物联网专用的3G 网络。每颗感测装置都会植入一颗 SIM 卡，而透过一个号码来传递感测的资讯，如同 VPN 的效果。不仅频宽资源可以独享，还能避免网际网络的资安风险。最后是应用层，应用层呢，则是企业因应不同的业务需求建制的应用系统与服务。从家庭及个人的食衣住行娱乐，到工业、农业、医疗、学习以及企业和政府管理所需要的环境监控、交通管理、资源管理等等等，都算是应用层的范畴。举凡能想到的以及还没有能想到的应用，都能与物联网产生关系。将网路层收集到的资讯做后置的处理，就是应用层的主要工作。然而，随着物联网科技的迅速发展，当终端的物体将感测资讯透过网路传送到上层的应用系统的时候，那这些系统不再如同以往只提供简单的识别功能，它还必须将这些物联网一笔一笔的资料连接起来，进一步做分析运算，建立营运模型，并针对于特殊的事件做自动处置，并并指引了决策的这个营运的方向，才是完整的物联网系统。毕竟，透过物联网搜集来的单笔资讯难以发挥其显著的价值，所以需要应用层的这样子的系统，然后呢，将发散于各个节点的资讯关联起来，找到每一笔资讯的定位以及它的意义。因此，物联网的应用系统必须串联及整合这个多套的子系统的数据资料。那么，除了提供系统联动做自动处置之外，那么还会进一步的做大量的这个资料分析，进而发展出资料探勘，然后资料仓储、决策资源以及商业智慧等等等这些物联网应用层的重要技术。那介绍完这么多有关于物联网的基础知识，
那么大家一定也很想知道，到底物联网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有哪些应用，对吧？现在我们就来介绍几个物联网的成功案例。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智慧城市相关的应用。那这个专案呢，是由民间和政府共同合作的空气盒子AirBox。随着工业的发展，空气污染的问题受到了全球的重视，空气品质呢成为公共卫生的重要议题。而为了帮助公民掌握自己周遭的生活环境的数据，创造良好的生活品质，空气盒子 AirBox 计划就由 ADMax、讯州集团、还有瑞昱半导体以及中研院资讯科学所共同开发合作。那它提供这样子的一个空气盒子装置给学校及一般市民做进一步的区域的感测 PM2.5 以及温度还有湿度。官方的规格呢，可以从感测的温度范围是0到60度，而湿度的感测范围呢是这个0% 到100% 的相对湿度。那针对 PM2.5 的悬浮微粒的侦测呢，最小的这个颗粒可以侦测到0.3微米的这样的粒子。最后，每一个 AirBox 的装置都会将感测到的环境资讯，然后呢上传至 ADMax 的 Cloud， 然后呢讯州科技云的这个物联网平台做资讯的汇整。一般市民呢，则可以使用 ADGreen 的 APP， 然后随时监看不同的地理位置的空气品质，调整他们的这个作息，然后呢，并且健康的生活，保护环境。以 AirBox 空气盒子而言，我们其实了解它本身就是我们刚才所介绍物联网系统里面感知层的嵌入式装置，其中包含了非常多的感测元件，像是温度、湿度以及 PM2.5 感测器。而为了能够让这些收集到的资讯能够及时的被处理以及应用，空气盒子必须要搭配常用的网路层 WiFi 的联网机制，让我们所收集到的资料可以进行传输，及时的上传到云端资料库，在应用层再进行分析及整理。目前，空气盒子遍布在台湾的各个地区都有设点，分布范围非常的广泛。如果我们今天想取得台湾的各地区的空气品质资讯的话，有2种方式。第一种，我们可以在网页浏览器输入 ADGreen， 然后 AirBox， 然后呢按入搜寻之后，你就可以找到空气盒子城市 PM2.5 温湿度环境感测器的连结。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见布建于不同的各个地理区域的空气盒子在 Google Map 上面所显示的位置以及对应的 PM2.5 的资讯。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上直接下载 ADGreen 空气盒子专属的 APP，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查看了台湾各地的 PM2.5 资讯。那当然，你也可以依照你常去的地点或者是工作场合来新增我的最爱，或者是这个家庭设定，那方便得到这些空气品质的资讯。第二个我们要介绍非常成功的物联网案例是智慧生活的应用。那这个专案呢，则是由台积电以及交通大学的 Unicode 团队共同打造的兰花屋。Unicode 团队由交通大学建筑所的师生所组成，在2014和台积电合作去参加在法国举办的欧洲10项全能绿建筑竞赛。那与全球来自19支不同来自于其他国家的优秀大学共同角逐绿建筑奖项，并从中脱颖而出，荣获4项大奖。他们运用了绿色植物以及兰花，还有节能建材，在短短的10天之内，然后在法国的凡尔赛花园实地的盖出一座以绿能为核心价值，可以进行水资源回收、改善都市热岛效应的新形态社交空间兰花屋。那么他们企图运用都市更新以及社会工程改造的绿色城市天际线，来改变台湾现有屋顶加盖以及铁皮屋搭建所衍生出来的视觉美感的问题。所以它很成功的吸引来自全球各界专业评审群的青睐。在兰花屋的设计里头，那么他们运用到了台达建筑能源管理系统 Delta BMS， 这个系统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物联网应用系统。那这个
Delta 的这个物联网系统是由物联网的资料处理平台；2、资料收集模组；3、智慧节能专家模组以及4、能源在线监控模组共同所组成。它拥有了主动感知、亲和界面、智能管理等3大特色，提供全方位的建筑绿能，提供全方位的建筑能源管理的一个解决方案，结合了建筑管理的集成化、自动化与智能化。台达的这个系统不仅在提升建筑能效占有极大的优势，同时也协助降低能源的支出以及营运的成本。Delta 的 BNMS 同时也具备了人性化的智能设计，运用了模糊逻辑推论技术以及智能自我调试温度控制，来达成室内的环境舒适以及节能的效果。最后一个案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物联网的这个在物流系统上的成功案例 ITAP。那 ITAP 呢是由南台科技大学的师生共同所组成的团队。那么他们参加了2016年第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港澳台赛以及第3届两岸4地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那么他们以 ITAP 物流配送即时监控与管理系统勇夺第2名的佳绩。其实 ITAP 呢就是一种内嵌薄膜感测器的这个智慧胶带，而利用这样的智慧胶带来封装货品、来封装货物纸箱之后 ，ITAP 的智慧胶带可以侦测这个纸箱的侧拉力以及上压力。当货物被窃取或者是重摔的时候 ，ITAP 便可透过网络传输这些感测到的资讯给物流管理的厂商或使用者，及时的来掌握这个货物运送的状态。那随着物流车辆在全台湾各地的流动，那货品的损坏以及失窃率也高居不下。物流业者已经在思考如何使用行动装置、物联网感测科技以及资料平台，那么提升他们的资产管理、勤务配置以及运送路线规划能力，并且可以大幅的降低他们的营运成本，以加速迈向智慧物流的新营运模式。而 ITAP 所导入到的物联网的感测技术，正好为物流业高单价以及易碎物品的监测管理以及自动化配送的分流系统所提出了解决方案。而在监测管理部分，则是透过内嵌的压电感测器的智慧胶带封装货品箱，并借由感测器所封装的货品箱去侦测货物在配送的状态是否有遭重摔，以及胶带是否有被撕开。那自动化的配送分流系统是解决了物流商人工分流以及这个智慧胶带编号建立的繁杂的这样子的2个困境所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它能够提供物流业者进行货物的配送监测，并提高整体的配送效率。那以上就是3个我们介绍很成功的物联网案例。